来吧，新玩具藏玩阁的炎帝，我的个天哪，这么大的一个盒子！我们来看一下里边的内容，哇，板件量还是相当多的，光黑色的零件有这么厚一摞，金色的零件都是有上玉涂装的，所以并不是那种单纯的仿金色的那个橘黄啊。上了漆以后，对着光看还是很闪亮的。透明板件通透感做的也不错，注塑里边也并不会出现什么气泡。零件的精细程度还是可以的，细小的地方、尖锐的部分，并没有缺胶。盒子里边另外还带了一层吸塑，这里边是合金的骨架部分，分量还是挺重的。这一块的透明零件上面还有字儿啊，附带一个大地台，里边有一个卡片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拼完以后的效果插上去。两包水贴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贴花纹，然后是说明书的部分，哇，挺厚的一本。想想也是一个大工程，我开干。好，全部拼装完成。其实这个过程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复杂，毕竟因为身上的骨架都是合金的零件，你只需要把它的装甲剪下来，一层一层的包上去即可了。其实拼完以后，本体还是不小的，个头在21公分左右。身上的金色零件是玉涂装，比官图之前的那个注塑色要好看很多啊，金漆的感觉，质感还是不错的。水口方面也大部分都使用了隐藏水口，它这一套的设计很有意思啊。里边的位置水口是比较大的，外边的这些装甲使用了隐藏水口，所以呢，其实在剪的过程中啊，里边那些剪的毛糙一点，打磨的如果有白痕了也是看不到的。头雕的造型很漂亮，一层一层包覆出来，脸部这些细节，眼睛和头顶这一块是透明零件嵌进去的，胸口的透明零件，并且我们把脖子稍微挪开，这地方有一个小盖子。打开以后，这里边是驾驶舱，里边还有驾驶员的刻画。胸口这些细节，装甲的部位全部都是分件分色。因为是合金的骨架，所以这款拿起来其实还是有一定分量的，挺压手的手感。脖子两段旋转的关节，左右活动范围的时候小心中间的这些尖刺部位。肩膀的骨架这一块有一个外托的双段关节，把中间的这根杆子拉出来。说是合金骨架，它其实不是金属对金属的摩擦，是一层金属一层尼龙这个样子去嵌合的。所以拉出来以后，前后有一个蝴蝶的关节，360度旋转没有问题。肩胛独立活动。胳膊这里其实是两段的关节可以往上举，肩胛侧面这里的喷口也是可以独立活动，二头肌360度旋转，胳膊肘这个地方是两段曲臂，也能折到挺大的一个幅度，并且在活动肘关节的时候，这块紫色的肘甲和后边的液压杆都是有真实活动的。手腕这里也有独立的活动关节，左右旋转。并且向上折开，不过手型并没有使用可动手指，都是造型手。胸部左右的弯腰，前后的活动，左右旋转，活动范围都没有问题。背后的装甲细节喷口，一层一层的刻画，并且弯腰的时候也可以把中间的脊椎暴露出来。前踢、后踢、侧踢这些活动范围都不错。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，膝盖的联动环节，这一层下方有一个合金的液压，不过这个液压不可以伸缩啊，只是可以上下的活动。当你再往下掰的时候，大腿这里的黑色零件会跟着拉下来，然后这样的两段关节折叠达到90度的时候，你再继续折，膝盖这里继续往后叠，中间这里有挡肉的零件。并且在活动这一块腿部的时候，腿肚子后方的紫色零件和喷口会折叠进去。两段关节曲起来，这个屈腿的幅度也相当大。脚踝前后的活动，左右旋转。不过我感觉这个关节不是很紧啊，就是在组装的过程中，也可以把这个合金轴上面的螺丝稍微紧一下。左右接地，这个地方是那种赛钢的料子呢，磨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前脚尖这个地方也可以独立活动，所以整款机甲的造型设计我觉得还不错，很喜欢这个金色的大毛领子，还有整个的一个头盔设计的感觉，非常的漂亮。来看配件组，地台上面可以更换一个支架的插口，让这个小飞机背包插上去。另外呢，其实我有点懒了，这些软胶的带子应该在飞机形态下卸下来，但是
这一块卸下来吧，中间的这些扣点会特别的难扣。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个飞机的背包样式，你也可以就这个样子掰下来这扣子，直接当背包插上去。但是作为背包呢，它还有另一种搭载方式。我们把这两个机翼的部分拔下来，握把折平，顺着这个侧面的凹孔插进去。这些透明的软胶带子上面还有文字的刻画。背包安装的时候，从这里边拔出这个小塞子口，把这根棍子拔下来，插进去。炎帝降临的披风模式。此外，就像刚才看到的，我们可以把左右这两个拔下来，然后这是两把剑，黑色的刃口零件我们可以拔除，换上透明的特小剑。这样作为激光剑刃的模式。另外还有一个模式，我们拿出来这个零件，把剑柄这样折一下，哎，插在这个口里，然后和手腕上边的这个大圈套上，下方这里的两个插口夹上，就可以组合成这样的一把炎帝大弓。哦，这个造型还是不错的啊。裙甲这里设计了一个类似于浮游炮的牵缆绳的东西啊，大夹子，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开，拔出来，插上这个柔韧的可以塑形的铁丝，两个大夹子，这个什么对巨人立体机动装置，还有一把大斧头，两边的透明零件点缀出来的细节非常的漂亮。斧刃的造型也是可以进行替换的，非常的好看。现在这种开山斧的造型嘛，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短的换掉，再加一根长的进去。这个是什么？双刃斧或者三叉戟的造型，也可以更换两个短的上来。这个才像是三叉戟。当然呢，你要是把这两个都拔掉，变成一根长枪，造型也不错。金色零件作为点缀，配合这种透明红的材质，细节上面看起来真的非常漂亮。那么总的来说吧，玩法和互动性上边还是非常丰富的，整体的一个合金骨架的质感非常高级，拿起来很有分量，并且在联动的关节上边设计的也是很细致的。全身的零件除了金色是玉涂之外，其他都是靠零件的颜色来做的分层颜色处理，所以你就算速组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另外就是拼装体验度上边来说，刚开盒的时候满满一大箱的板件啊，看起来是挺唬人的，但是拼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难度第一个不高，第二个需要组装的零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，毕竟骨架的部分已经给你用合金零件整体的弄好了，不用你去拼了，所以直接往上套装甲就可以了。再有它在里边的零件虽然是那种大水口，你剪下来以后肯定会有白痕了什么，不过都包在了里边的那一层装甲上边。外边的细节点缀，包括这些红色的面板啦，还有外观暴露出来的这些地方，大部分都是使用了隐藏水口，所以你修剪起来的压力也并不大。模具的精度，这些扣合起来的手感，还有在开模的锐度，在细节刻画展现方面来说，这个都精细程度都是做的不错的。另外就是这一次的原创造型设计方面，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头雕的。还有就是这一块金色的毛领子点缀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霸气。可能唯一让人觉得可惜，这一回并没有用可动手，而是用了很多的造型替换手。藏丸阁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做那种成品的可变形机甲，这一回同样是界神之战这个自己的原创 IP 之下，可动人偶的炎帝竟然做成了半拼装的版本。虽然它的合金骨架也是一个半成品的状态，但你还需要把这些板件都剪下来，一层一层的装甲装上去。对一些手懒的玩家来说，其实还是不太友好的。也是希望这款炎帝将来以后要是能出成品版本就好了，再上一层亮闪闪那种金属漆涂装，想必这个质感会更加的高级吧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